汪精卫遇刺时的景象。陈汉怀说完这番话，我已略知梗概。我说，日本人对于医生看病往往扯到政治问题，他们对医生往往认为是特务，而且他们知道从前华佗为曹操看病的故事，知道华佗因此下狱。所以你为汪诊病，必然凶多吉少，未必能建功，惹出祸来倒有份。我想你还是在上海待一个时期，看看情形再做打算。小宴之后，我们握手而别。后来有许多关于汪病重的传言。汪精卫天天恼怒，又哭又笑，痛起来更令他一点也抵受不住。任何止痛的西药只有短暂的功效。日本也来了许多专家，后来秘密地把汪载往日本，在名古屋一座医院里，有好多位名医为他治疗，结果还是死在日本。初时密不发表，后来由日本人把政治方面安排好，才发表汪去世的消息。不过日本人最初以为汪精卫一到南京，会有国民党军队10多个师倒过去，可以对重庆政府产生拆台的作用。但是汪登台之后，并没有动摇中国人的抗战精神，所以日本人对汪甚为失望。等到他临死的时候，只剩一点点政治上的残余价值，所以面子上倒做的似模式样，实际上对汪已看成可有可无。日本政坛名人重光葵写过一部《大东亚战争回忆录》，厚厚的一本，有数十万言，其中提到汪精卫的部分只有2页，足见他们认为汪的投降对战事不发生什么作用。又有人说，汪精卫从昆明逃到河内，的确想避到法国，认为中国战胜日本是绝无可能，将来一败涂地是必然的。他很想在战败之后回来收拾残局，但是陈璧君不赞成，早已在香港和上海安排了几个人，所以借着曾仲明被击毙，决心落水做汉奸。汪精卫精神很不正常，刚一清醒，受到陈璧君的压力，就会把自己原来的想法全部推翻，这是他极度神经衰弱之故。后来在河内，甚至有再次被刺的可能，因此他把心一横，不顾一切，转变了他的意念。再碰到日本特务劝他坐船到上海，他便无可无不可地搭上了那艘日本船，于是就改变了汪一生的历史。汪死之后葬在南京，胜利之后坟墓被炸毁，连一点骨灰都不留。军票祸患甚于洪水，这时上海居民受到的困扰已如上述4乡的人受到的压迫如何，我们还不甚了了，大家自己顾自己，谁也顾不了别人。我们从前只知道李士群办的清乡委员会在4乡变成清乡运动，究竟实情如何？因为我们没有深受其害，所以各种情况并不清楚。但是江苏省各县的乡民到上海总是说汪伪政府的政治腐败。我家在沪杭路安亭，乡间有一个祖坟，葬下了高祖、曾祖、祖父、父亲以及同自身一辈已过世的兄弟等，坟地大约100亩，但是9%是祭田。所谓祭田，就是由我们祖先委托当地的农夫代为耕种，一方面可以照料坟墓，一方面把祭田所产的米一部分运到上海，作为河族在清明祭扫之用，一部分用作春秋2季和耕农的报酬。这些农夫我们称作坟亲，他们每年到上海来玩一次，由我们请吃饭，请看戏，请坐马车周游全市。春季纯粹是来玩的，秋季则来交租米。但是到了我们的上一代，祭田的米早已不缴了，
而春季他们仍然拖儿带女前来。我们总是在泥城桥附近开了旅馆房间，让他们留宿，日间则伴游各地。这件事向来由我四父负责，四父去世之后，各房推我来负责这件事。但是来的乡下人，姓张姓李我也搅不清，而且每逢秋令，总有几个乡人来说情，说是今年收成不好，无米可缴。但是还免不了招待一番，免得开罪了这般管坟的叔叔伯伯。抗战一开始，交通受阻，我们族中的人没有人到安亭去上坟，然而这般坟亲却专做跑单帮生意，不断有人找上门来，他们的目的只是要在我诊所中住上一宿。我觉得这件事不胜其烦，于是在抗战第2年秋季，召集各个坟亲，一共14家人，一起到上海，由我联络了叔叔伯伯，建议将祭田的地契一齐分给坟亲，让他们得到一些意外的财产，而我们可省掉缴税和招待应酬的麻烦。各位叔伯竟然大为赞成。本来田是父字之基，也是类字之头，我们何必负了收租米的恶名？况且几年来也不曾收到过什么租米。乡下人都重情感而又厚道，这样分妥了地，我家的祖坟当然家家都会照顾。那年中秋节，14家坟亲以及他们的后人都赶到上海，连当地的地保也来了。我就将一箱地契拿了出来，一家一户我都分清楚，由我和堂兄弟们签据为凭，保长也收到乡下人许多过户费。同时，我声明以后我再没有闲空来招待他们，请他们勿怪。